老，照我昨日说的，分头出去继续找人，这里不要留人，一个也不留。有劳了。这位梁大人不在观议，其余各必经之路也没有任何踪迹。一个堂堂2品大员，竟能无端消失了不成？李姑娘，姑娘何事如此急匆匆呢？怎么是你？今日得了好茶，老夫再请你喝一杯。对了，老夫还未自陈名讳，在下梁安道。姑娘不必多礼。原来大人早就微服到了花城县，不出来走动，不就成了聋子瞎子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也听不到了吧？那我来看什么？一把年纪了，游山玩水吧。李姑娘，我们已将证据呈给梁大人了。我都看到了，未曾想到一桩陈年旧案，其中竟还有这么多的波折：杀人夺妻、伪造假证、嫁祸他人，当真是一环扣着一环呐！我知道这话来得迟了些，但总希望不会太迟。李姑娘，委屈你了，我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多谢大人。好了好了，这下我可算有个交代了。姑娘前日里掉下山崖，可把我们陆大县令给闹急眼了，非得催促我来找梁大人。我求你件事，我怕江春没那能耐找到人。梁大人那边，好，我答应你。是他让您来找的梁大人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从我掉下山崖到今日，他一举一动可曾有过什么异常？翟大人到。翟大人，这么快就来了？他昨夜刺杀，今日还将人都遣了出去。哪怕真觉得我死了，他也不能做这么自不量力的事。他昨日刺杀可有留下什么证据？譬如身上的痕迹之类的。陆元崇，果然是你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的胆子有几斤几两，翟大人还不清楚吗？他是要引翟禄来找他，他究竟要做什么？诸位，我便是昨日行刺翟大人的刺客。来呀，来拿我呀！老夫有一猜测，京畿之外，如有2名7品以上官员遭暴卒或死于非命者，不可原地一审，应发回大理寺重议后审。如陆县令与翟禄一同出现意外，就算老夫不来，这桩案子只怕也是不得善了了。一旦上承京畿道，翟禄在海宁，那朝中的关系便也使不了。事情一旦闹大，自然就保住了李姑娘，确保画眉鸟案不会再被压埋。不过李姑娘也不必过于忧心，可能是老夫猜错了。这世上真有人会为了一桩陈年旧案，用自己的前程与性命作陪吗？
把他给我拿下！慢着，翟大人，有一些话，好似不方便让旁人听见，譬如罗浮山庄时，都在外面等着。是。请。我劝你还是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如今那个女子也死了。不错，人已经死了，万事归空，什么都不曾剩下。坐。我见过李吉，我到任时，画眉案还未发，李吉字好，学问好。在县衙兼任过几个月的文书，我和他有过几面之缘。你和他有点像。像啊，我以为翟大人依附当朝宰相，而我在吞海楼上写了那篇得罪宰相的诗文之后，翟大人验我的锦呢。你在这条路上走久了，就会明白，为官为人都没有非黑即白的道理。想要做一些事情，就必须要放弃一些原则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20出头的时候，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翟大人今天对我说的话可真有意思，只不过我跟李姬一点儿也不像。一个女人，还不至于让我要死要活的。但昨天我若是不整那一出，那翟大人恐怕也不会这么轻易露面。有些事，只能等我二人会面密谈。你想要谈什么？大人对我了解不少，应该知道我不是什么蠢人。我此番帮李吉的妹妹翻案，也是想搏上一搏。我赌着画眉鸟一案在海宁的影响，争他个清流清正的名声。但现如今人已经死了，没了苦楚，这案子怕是翻不出什么水花。想要在仕途上更进一步，少不得得另谋出路。因此，我思前想后，觉得背靠大树好乘凉。翟大人，此次来，我是来向您投诚的。哼，空口白话。既然敢与翟大人坐下来谈交易，自然不可能没有诚意。此处皆是与罗浮庄画眉鸟一案有关的证据，从不曾示人。大人在海宁这一带根基深厚，虽不知怕我告发，但这样的把柄落在旁人手中，总归不妙。如今我将之交还给大人，算得上是足够的诚意了吧？你想要什么？虽说罗浮庄被烧了，但赵承熙这些年的家底不可能全没。我要那宅子、地、西北深商的路子，这不难吧？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。我拿下这一份产业，大人并不是全无好处。我将这么大个把柄送给你，今后我们同气连枝，互相照应，这样大人岂不是放心了许多？我做了许多事，不过是求一份利，求一份前途。大人只需要在这上面签了字，我们今后便是一条路上的人了。
这是什么？这怎么还有一张能定你罪的东西？耍我！陆延崇，陆大人，来的正好。看见那边那个盒子了吗？金手所制，应该不会被烧坏。拿走吧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是能还你兄长清白的证据。转头出去，不要看。他这是要死，你不管吗？啊！只有你二人一同死了，这案子才能成为铁案。况且，这桐油引线都是他备下的，与我无关。可怜人也，多如水。愿你自此如愿有意，再无不可取之处。站住！画眉提破夜未安，血溅出了阴雨凉。13年霜雪风的旧书窗，我拎着针挑开过往，十字冷滴着颤。修长过埋他乡，或是天过那方，明心正一帮。谁在暗处笑看仓皇？笼中应是我，也是那飞光。很少精彩动，只念多唐。你说于是便忘，偏装入我冥顽。梨花挖满你肩头那道伤，竹林风吹散花香，画眉吹醒走过让。我站在烟火尽头梦，你提着灯照亮。